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早就不在乎名与利了，她跨越界限，打破了自己的极限，再也不是曾经的那个赵丽颖了。她不断挑战自我，超越自己，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。现在的她更加自信、坚强，充满了无限可能。张艺谋这话又一次给观众们证明了，那个曾被叫做土味女明星的赵丽颖，现在早就变样啦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第20条里头，马丽可是那个挑大梁的女1号，绝对的主角。马丽这位曾经的春晚常客，终于摇身一变，成了张艺谋导演剧组的演员。从春晚舞台到电影荧幕，她的演艺之路越走越宽。她演的老婆和妈真的特别真实，又彪悍又细心，还爱吃醋，让人看了都忍不住说，这不就是咱们身边的她吗？第2女主高叶是个有点倔的真诚法官，她对待法律总是认真到骨子里。她对法律和情感的坚守，让大嫂之后的她又迎来新的辉煌时刻。这份执着让她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行，绽放光彩。赵丽颖在前期宣传中确实被炒得很火，但实际上她只是个第3女主，全部戏份加起来才5分钟，确实有点少。戏虽不多，但每场都充满震撼力。衣服乱七八糟，妆也化得一塌糊涂，还是个身体不太方便的人，哪里还有半点清纯小花的影子啊？戏份虽少，但牺牲却最大。一句话改变张艺谋的电影风格，他甘愿降低咖位，甘愿为马丽和高叶充当配角。他的野心很大，明明白白的摆在那儿，但他总是能理智的看待。他清楚自己要什么，也知道该怎么去实现。第20条播出后，赵丽颖真的厉害了，不仅把其他85花都比下去了，还甩开了前任冯绍峰好远呢。01，赵丽颖在第20条演的郝秀萍，可是圈里最让人心疼的角色了。赵丽颖真是聪明啊，这个角色设定可不是剧本里本来就有的，而是她自己琢磨出来的。她真是有创意，能想出这么棒的点子来。这样的角色让人觉得既新鲜又有趣，真是让人期待她在剧里的表现啊。剧本一到赵丽颖手里，她发现郝秀萍虽然穷，但身体健康，她觉得这样设定不太合适。女儿是残障人士，那妈妈为啥就不能是呢？她把想法告诉导演张艺谋后，他立马就点头同意了。从遗传学角度看，聋哑的遗传风险确实不小，所以聋哑的遗传几率是相当大的。残障这个设定让郝秀萍这个角色更立体了，人物也变得更加鲜活生动。赵丽颖在演戏上真是下足了功夫，看得出她是真的用心在琢磨。赵丽颖演这个角色特别拼，比其他人都更下功夫。进组前，她和听障家庭同住好久，学手语的同时，也留心观察他们日常的小习惯，生活中每个小细节，还有脸上的表情变化，我都会仔细记下来。进了剧组，她可厉害了，一个人就把全剧组的人都搞定了，连大导演张艺谋也不例外，大家都被她孤立了。她老是一个人闷在一边，不说话也不搭腔，我还以为她天生就这样呢。张艺谋导演就这么觉得，其他演员第一次见到她时也是这样的感觉。拍完戏后才发现，赵丽颖不怎么说话，原来是因为她正在努力保持聋哑人的角色状态呢。她可真敬业，为了角色真是拼了。她总是戴着耳塞，隔绝外界嘈杂的噪音，也不吭声，能用手语搞定的事儿就尽量不说话。赵丽颖以她的独特方式诠释节奏和人物，让郝秀萍这个角色变得生动鲜活，更有层次感。虽然全片只有短短5分钟，但她的每次亮相都深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，
让人难以忘怀。首次亮相，我就急着想摆脱村里的恶霸，打算和闺女坐长途车逃走。可哪成想，他们还是追了上来，竟然动起手来抢我闺女。郝秀萍现在心里急得不得了，嘴张得老大，可就是喊不出来。她得使出浑身解数，才能把女儿给抢回来啊！这戏演得挺真实的，懂聋哑人的都知道，他们表达不清楚时，一激动就会有大动作和大表情，挺符合实际的，不夸张。第二次亮相是在韩明楼下那家小旅馆里，因为长时间受到欺负，他心里特别没安全感，也不太相信别人了。看到陌生人，郝秀萍立马把女儿拉到身后，脸上既害怕又充满警惕。她紧张地护着孩子，生怕有什么危险。知道对方出于好意，她终于笑了，衷心感谢，眼神也温柔了不少。发现目击者大勇时，她想说点什么留住他，可嘴巴却像被封住了一样，只能默默地用行动展示出自己的坚定。她毫不犹豫地跪下，手语飞快，那份焦急看得观众心里都跟着紧张起来。天台那场戏绝对是这部电影的精华所在，特别出彩。聋哑女儿被绑架，狱中的丈夫心急如焚，村霸的嚣张威胁让人胆寒，证人又临阵退缩，困境重重，真是让人喘不过气。在长久的压力下，郝秀萍终于忍不住爆发了。她很想说话，可就是张不开口。郝秀萍在无奈中挣扎，最终不堪压力，从高楼纵身跳下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她的离去让人感到无比的惋惜和悲痛。她法律知识有限，脑子里还是那种一命换一命的老观念，风中发丝纷乱，身上沾满污渍。这回哭成泪人的不是明星赵丽颖，而是身为母亲的郝秀萍。因为这部电影，赵丽颖给观众留下了全新的印象。从田间到荧幕，她的坚持和成为演员的强烈愿望都让人一目了然。她的努力从不掩饰，一步步向着梦想前进。那些曾经嘲笑她土里土气的人，现在会不会后悔自己没看清她的真面目呢？他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当初的判断是否太过草率了？02，赵丽颖，她可是个以接地气闻名的演员大家都说她特别朴实，很有人气。我来自农村，家里亲戚都是农民，没一个人搞艺术的，连跳广场舞的都没见过。赵丽颖参加选秀，一举成为冯小刚组的赢家，从此踏上了娱乐圈的征程。签约后，我就正式成了华谊旗下的艺人啦。人生被按了重启键，曾经在小县城里的亮眼表现，如今在明星堆里却显得有点接地气。选秀前，华谊遭遇艺人流失，为壮大团队，紧急启动雅虎搜星计划，寻找新星。新人入行，冰冰火了，赵丽颖这样的小角色自然而然就被当成了边缘人。想混出点名堂，就得从娱乐圈底层开始，还得靠自己的努力和实力，才能闯出一片天。一头扎进横店影视城，从演小角色开始我的演艺之路，演了好多路人甲、丫鬟乙之后，终于能演有台词的配角了，真是开心啊！现在终于有机会展示我的演技了，期待更多挑战和机会。但导演对他的评价却不怎么好，台词说得不够清晰，镜头感不足，走位也不流畅，这些问题都是表演时需要克服的难点。演员的让台词听起来清楚明白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，同时还得有镜头感，知道怎么在镜头前表现自己，走位也得练好，才能在舞台上自如地移动。在多次受到批评后，赵丽颖终于领悟，演戏这事儿真不是外表看起来那么轻松。原来想要演好角色，还得下不少功夫呢。她身上那种不服输的女战士的特质，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展现出来的。
不管角色轻重，只要导演选中他，他都会认真研读整本剧本。赵丽颖对角色演绎超用心，从表情到情绪，再到小细节，都抓得死死的。哪怕只有一句台词，她也拼尽全力，向着专业演员的方向不断迈进。可她的形象却成了导演选人时的最大拦路虎。导演选角时，她的形象成了最大的难题。她因为形象问题，成了导演选人路上的最大障碍。在娱乐圈，瓜子脸和小 V 脸都很受欢迎，但赵丽颖的圆脸却被说成是土气，不够大气。虽然圆脸在娱乐圈不那么流行，但赵丽颖的圆脸也有她独特的魅力。很多人觉得她只能演些小角色，比如孙女、妹妹、丫鬟这些，觉得大气点的角色她演不来。没错，她确实把这些角色都演活了，而且每次演的都很有特色，效果完全不同。在《陆贞传奇》中演了陆贞后，她的演技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此后，赵丽颖这位拼命三娘终于迎来了更多的好机会。花千骨的花千骨，楚乔传的楚乔，再到有匪的周匪，还有青云志里的碧瑶，这些角色都各有各的魅力。大家都羡慕赵丽颖的好运气，但鲜少有人了解她从无名龙套一路打拼到女1号的艰辛历程。拍戏时被剧组遗忘了，只能睡在冰冷的石头上整整1晚，那时候真惨啊！拍戏被剧组落单了，无奈在石头上熬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。拍宫锁沉香的亲密戏时，整个剧组的人都来围观了，搞得我们都有点紧张。拍骑马戏时，我不慎摔下马背，结果后背上落下了个永久的鼓包，成了个不小的纪念。每次摸到那个鼓包，都能想起那天的惊险经历。虽然有点疼，但也算是成长路上的一次难忘体验吧。这些伤痕，既是他成功路上的标记，也是他坚定成为真正演员的信仰。他们见证了他的努力与付出，成为他演艺生涯中不可或缺的勋章。虽然赵丽颖演的是大女主角色，但她现在还不够吸引张艺谋的注意。想要得到张艺谋的青睐，她还得继续努力呢。03，她演技出色，光芒四射，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，她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经历。冯绍峰以前跟好多女明星都转过绯闻，像杨幂、倪妮、林允、郭碧婷这些，大家都觉得她挺花心的。不过啊，直到她遇到了赵丽颖，才算是找到了真爱。合作完《西游记之女儿国》和《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》等多部戏后，他们终于官宣恋情啦，真是让人期待已久的好消息。结婚后不久，两人就迎来了爱情的结晶。官宣之后，大家都为他们感到开心。冯绍峰总爱说我老婆，这口头禅让两人在娱乐圈里成了有名的甜蜜夫妻档。这对曾经恩爱的夫妻，其实只共度了短短3年时光，就决定各奔东西了。虽然短暂，但曾经的甜蜜和幸福却是真真切切的。可能从一开始，大家就觉得他们两人感情不太靠谱，但谁知道呢？感情的事谁又能说得清呢？赵丽颖从农村一路打拼，现在已经是娱乐圈的大咖了。她对自己的事业超级上心，比起感情，她更看重自己的事业成就。冯绍峰家境优渥，和赵丽颖的农村背景截然不同。他自小就接触高雅艺术，是在小提琴的陪伴下长大的。物质总是充足的，他更注重情感细节。工作对他来说并不是最关键的，他看重的更多的是内心的体验和感受，而不是外在的事业成就。赵丽颖和冯绍峰如今的发展，一看就知道他们可能并不是同道中人。两人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，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不是一路人。离婚后，冯绍峰的作品表现平平，虽然宣传得很高调，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，低调收场。在大片里，我就只是客串一下，
友情出演而已。赵丽颖可就独树一帜了，她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魅力，跟其他人都不一样。离婚后，她果断转变方向，跳出古偶剧的舒适圈，迎接新的挑战。首先拍了悬疑网剧《谁是凶手》，用一个眼神就宣告了自己的新起点，准备开启全新的旅程。后来，她毫不避讳地接受了土气的标签，勇敢地挑战了农村剧《幸福到万家》，在里面扮演了一位地道的农村妇女和幸福。她用演技证明了自己不仅局限于某一类角色，而是能够驾驭不同类型的角色。这部剧里，她彻底变样了，不再是那种美美哒的造型，而是素颜上阵，还穿了件土气的花衬衫。这农村妇女的角色，她演得真是太到位了，让人看了都忍不住点赞。接下来，她还主演了《风吹半夏》，演技真是了得，既能烈焰红唇地演绎出那种年代感，又能素颜油腻地表现出诗意情绪，真是让人佩服。她跟杨幂、刘诗诗这些85花，现在真的走上了不同的路。以前还是古偶小白花，现在直接转型演正剧了，这变化可真大。结语：赵丽颖的路真的和别人不太一样，她可不是从什么大荧幕直接冒出来的，而是从田埂上的农民一步步走过来的。看她的经历，就知道她有多努力，多不一般了。事业对她来说，她心里明镜似的，知道自己追求啥，她会全力以赴，寻求新的突破。对待演戏始终保持一颗敬重的心，她对感情一直保持着清醒，不管对方怎样，她都不会忘了自己要往哪走，始终坚守自己的方向。赵丽颖凭清醒自律、热爱奋斗，赢得了张艺谋的青睐，聋哑母亲郝秀萍则以真挚表演感动无数观众，令人泪目。